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频道。每到暑期，甜宠题材总会迎来一波热度。观众想看的其实并不只是甜，而是一种能够让人暂时放下现实压力，重新感受到青春悸动的轻松氛围。近日，围绕翟依莹、一航主演的新剧《又吻骄阳》相关开机消息引起了不少关注，也让这部作品提前进入了观众的视线。从目前公开的信息和作品定位来看，《又吻骄阳》将青春、校园、暗恋以及清甜爱情元素结合在一起。这样的题材并不算新鲜，但真正决定作品能不能让人看下去的，从来不是几个标签，而是人物之间有没有自然的情绪流动。翟依莹与一航此次搭档，也因此成为讨论的重点。相比一上来就制造强烈戏剧冲突，这类青春故事更容易通过细节建立人物关系。一次不经意的对视，一句没有说完的话，一次故意放慢的脚步，甚至是课堂上的一个小动作，都可能成为角色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当然，目前《又吻骄阳》仍处于开机阶段，关于完整剧情、人物关系以及最终播出效果，还需要等待官方后续信息和正片验证。我们可以期待作品的青春氛围，但也不应该把宣传阶段的期待直接当成已经发生的剧情事实。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当一段喜欢还没有被说出口时，它究竟能够有多甜？很多甜宠剧都会使用一些熟悉的剧情设计，比如误会、吃醋、身份差距，或者突然出现的感情危机。这些元素并非不能使用，但如果过度依赖，就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剧情为了制造糖而制造糖的感觉。又吻骄阳目前给人的期待则更偏向于一种安静的青春感。如果故事真的能够把重点放在少年藏在画册与物理题之间的双向暗恋上，那么它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男女主什么时候正式表白，而是他们在没有表白之前究竟如何一点一点靠近彼此。青春期的喜欢往往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可能只是看到对方出现之后下意识整理一下衣服，可能明明有很多话想说，最后却只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也可能在人群中第一时间寻找某个人的身影，却又在真正对上视线之后迅速移开。这些细微情绪反而比直接说我喜欢你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所谓双向暗恋的魅力，也正是因为两个人都在猜，他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在等，他也不知道他的关心究竟是不是特别。于是一个眼神可能被反复解读，一句话可能在心里记很久。观众站在屏幕之外，却能够提前知道两个人之间存在某种微妙联系，这种只有观众和角色知道一点点的感觉，很容易形成青春剧独有的观看乐趣。如果又吻骄阳能够把这种克制感保持住，那么它的甜就不一定需要依靠大量台词，而可以来自人物自然的相处。对于观众来说，演员搭档是否有 CP 感，当然是讨论一部爱情题材作品时绕不开的话题。但所谓 CP 感，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更不代表演员本人存在超出作品之外的私人情感。对于又吻骄阳而言，更值得观察的其实是翟依莹和一航能否通过角色之间的互动，让观众相信他们所饰演的人物确实正在慢慢喜欢上彼此。这也是校园青春题材最考验演员的地方。人物不能太成熟，否则会失去少年感；不能太刻意，否则容易让互动看起来像是在完成甜宠任务；也不能只依赖外形，因为真正能够留住观众的，最终还是角色之间的情绪逻辑。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保持距离，后来因为学习、兴趣或者日常相处逐渐熟悉，再从普通同学慢慢变成彼此在意的人，那么这种关系变化会比突然安排一场高浓度爱情戏更加自然。
尤其是眼神和停顿。一句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下来，一个人转身之后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些动作看起来非常普通，却能够让人物的情绪拥有更多层次。当然，这些目前更多属于作品定位和观众期待的讨论。最终，翟一营与一航在剧中的化学反应究竟如何，还需要等正式内容呈现之后才能判断。也正因为如此，与其提前把这对搭档定义成最甜 CP， 不如保留一点期待，让作品自己告诉观众答案。青春剧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剧情简单，而是明明讲的是校园青春，却拍出了成年人刻意设计出来的青春感。真正让人产生共鸣的青春，并不总是鲜花、夕阳、河浪漫告白，它也应该有课桌上没有收好的试卷，有考试前的紧张，有课间10分钟的聊天，有放学路上的短暂同行，也有那些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才发现非常珍贵的普通日子。如果又吻骄阳能够充分利用实景环境，把校园生活与人物情感结合起来，那么它的治愈感就会更加自然。尤其是课间10分钟，对成年人来说，10分钟似乎短的什么都做不了，但对于校园里的少年而言，10分钟却可能发生很多事情。一个人从教室门口经过，另一个人假装低头写题，朋友在旁边起哄，两个人又赶紧装作若无其事。下课铃响起以后，原本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能留到下一次见面。这些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却恰恰是青春记忆最真实的组成部分。因此，又吻骄阳如果想在甜宠赛道中找到自己的特色，与其不断堆叠所谓工业糖精，不如把人物日常拍得足够细腻，让观众笑，也让观众想起自己的青春，这样的甜才更容易留下记忆。看到又吻骄阳的开机消息，很多观众最直接的问题可能就是翟一营和一航到底会甜到什么程度。但对于一部刚刚开机的作品来说，现在给出最终答案显然还太早。我们能够期待的是，它是否能够把青春暗恋拍得自然，把人物成长写得完整，把爱情放在真实生活的细节里，而不是只靠几个高甜片段吸引注意力。如果作品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所谓治愈甜宠就不只是一个宣传标签，它可以是某个普通下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教室，可以是两个人一起讨论一道物理题，却偷偷观察对方的表情，可以是放学以后明明顺路，却故意放慢脚步，只为了多走一段路，也可以是很多年以后回头看，才发现当初那个没有说出口的喜欢，其实已经成为青春里最柔软的一页。这或许就是又吻骄阳最值得期待的地方。他不需要提前证明自己一定会成为爆款，也不需要用夸张的剧情制造所谓炸裂感。对于青春爱情故事来说，能够让观众在忙碌的一天里获得片刻轻松，让人在观看之后想起曾经喜欢过、等待过、期待过的某个人，本身就是一种很珍贵的价值。至于翟一营和一航能否真正把这种感觉演出来，就交给之后的正式作品来回答。目前我们可以保持期待，也保持理性。毕竟一部剧真正的魅力从来不是开机时有多热闹，而是播出之后人物能不能走进观众心里。那么你期待又吻骄阳吗？你更喜欢这种细腻的双向暗恋，还是节奏更快更直接的甜宠故事？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感谢大家看到这里，也感谢每一位支持频道的观众。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理性的影视内容，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频道。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的动力。我们下一期再见。